是不是展昭的声音啊？听起来更像是陶艺的。走走。陶艺，你没事吧？猫灵，真的有猫灵！你别怕，有我在呢。破红魔，今日你我就一决高下。他怎么没反应？怎么一动不动呢？欧诗南！欧诗南，欧诗南，小花花，你醒醒！你说话呀，小花花！欧诗南，欧诗南！陶艺，他好像已经死了。我不信，小花花你不会死的！小花花，欧诗南，你醒醒！欧诗南，陶艺，欧诗南，陶艺，你在这儿守着尸体，我去找包大哥。我也去，我不要一个人守着尸体。那万一我们两个都迷路了，回不来怎么办？那要不我去找表兄，你去找包大哥，咱们总有一个人能回来吧？好。包大哥，南姐姐，二文姐姐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包大哥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包大哥，南姐姐，二文姐姐。多罗姐姐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儿？燕大哥呢？我刚才不小心和燕大哥走散了，你怎么慌慌张张的？展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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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大哥，南姐姐。多罗姑娘，多罗姑娘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方才寻找乌桕树的时候，不小心和燕大哥走散了，就恰好撞上了展少侠。乌桕树，你寻找乌桕树是何意啊？我刚才偶然碰到了一棵乌桕树，突然想起我爹曾说过的一个出入巫山林的诀窍。什么诀窍？此巫山林中一共有24棵乌桕树，它们正好连成一条曲径，只要沿着这条小路走，便可走出巫山林。太好了，那我们赶紧与其他人会合，照着这个法子出巫山林吧。小桃子呢？哦，陶艺去找燕大哥了。包大哥，方才我们在一处树林中发现了欧诗南的尸体。欧诗南死了？而且他的脸上贴着一张猫脸面具，身上还披着破狐魔的衣袍。曼陀罗啊？那你们呢？你们没受伤吧？我们没事。你快带路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好。表兄，你在哪儿啊，表兄？燕大哥，再不出来我就找不到家了。燕大哥，燕大哥，小桃子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展小昭呢？他去找包大哥了。我在找表兄。哦，你拿刀做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防身之物。在下可是全知开封府氏之子，怎能一点行动都没有？找你找了半天，感情你是在这儿呢。看你失魂落魄的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出大事了，小花花死了。什么？欧诗南死了？他在何处？在那边。走，走。
燕兄，胞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方才我听到小易呼喊，便循声而至。只是到了此处之后，未看见小易，却发现欧公子身陷从中。我不知其死活，只好先助他脱身。早知道燕大哥在附近，我和陶艺就在这等你了。哦，也没有很近。展昭，展昭，陶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还是跟你和表兄在一起有安全感。欧诗南已死，然死因蹊跷。刚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才走到这儿，见林间有人影，便上前一探究竟。拨开树后，迎面看见的居然是破红魔。后来我见他一动不动，于是就将他的猫脸面具给掀开来，才发现里面的人竟然是欧诗南。我俩谁也不敢守着尸体，于是都去搬救兵了。破红魔会不会就是欧诗南啊？不像，我倒认为是破红魔杀了欧诗南，然后把他打扮成自己的样子。不会是白骨吧？是白骨。白骨为何会和欧诗南同时出现呢？会不会是他偷走的白骨？难道司徒莫心之死和欧诗南有关？我看啊，之前一直放置白骨的人就是欧诗南。他手上沾的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一撮猫毛。猫？是不是这张猫脸面具上的毛？应该是。若真是猫灵杀人，这点猫毛也不奇怪吧？猫毛虽然可有可无，但到了剖权细微之时，它有可能就是真相大白之根本。破红魔说不定就在附近。当下我们应该尽快出林。走吧。表兄，你脚下小心啊！好。多罗姑娘的法子果然十分奏效。幸亏有乌桕树引路出林，否则咱们得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恐怕10天半个月都出不去。燕兄一路负重辛苦了。依在下看，不如由我将欧诗南送回梅娘家，你们尽早回家歇息吧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先和多罗姑娘回族长家，免得他们担心女儿的安危。如此甚好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您节哀。
你们不必劝我，我为医多年，见惯了生死，没有什么看不开的。您可知欧世南今日行踪？他经常不着家，今日也与平时一样，吃完饭又出门去了。我问他去哪儿，只说是出去走走，结果一天未归。欧世南平时都与哪些人来往频繁？他平日里最相熟的就是镇上的这几个年轻人。不过他和莫心的关系最好，大家都能看得出来，他喜欢莫心。我就说嘛，司徒莫心房间里的纸笔一定是为了给秦朗写信，原来他们俩是两情相悦啊。这么说，欧石南之所以遭遇不测，很可能也与莫心姑娘有什么关系。莫心姑娘遭遇不测之后，欧世南可有什么反常？确实有反常之处。听到噩耗之后，他先是有些消沉，后来又变得心事重重，一个人一坐就是1、2个时辰，有时候还一个人偷笑。啊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喜欢的人去世了，有什么可笑的呢？小孩子家懂什么？说不定人家在回忆过去甜蜜的事情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反常的吗？事到如今，任何隐瞒都有害无益，还望如实相告。其实前2日，阿南出去一整天，归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布袋。我发现，蝎子。母亲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么快就吃好饭了？没有，就是突然间想起来有点事儿，回来再吃。破灵阵从无毒蝎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东西。后来你们忽然中毒，我很担心是阿南采摘的毒禽。所以，您选择了隐瞒此事。后来我私下问过阿南毒禽的事，从他的反应看，好像确实不知情。先不说毒禽，他特地跑去幽灵沼泽抓蝎子，难道包大哥脖子上的那只蝎子就是他放的？这不可能，你们素不相识，他没有理由加害包公子。您为何会收养欧世南？18年前，我在行医时，无意中看见他被关在地窖里，瘦得皮包骨头，浑身是伤，就那么趴在地窖口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如何能够狠心离开？我想，这大概就是缘分吧。欧石南自小被人虐待，说不定他会因为过去的遭遇而心存怨恨。我刚把他接到身边的时候，他很孤僻，也胆小，经常一整天缩着，不说一句话。后来逐渐好了很多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把他视如己出，希望能抚平他心中的怨念。他虽然有些小癖好，但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去害人性命。他有什么癖好？也许
因幼年遭受禁闭，导致他现在极为喜欢打探外界的消息，也喜欢暗地里收集别人的秘密，偏执的想要掌控一切，凌驾于众人之上。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，我们必会查出真凶，以告慰亡魂。你们费心了。夜色将至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，告辞。也好。哎，赵公子，你这是去哪里啊？方才我经过正厅，听见有2位新来的客人欲出高价借宿，族长已经答应。如此一来，偏院的客房怕是不够，必须有人要腾地方。那我便打算去别处借宿。即便要有人腾地方，也轮不到你啊！你等着，我去跟我爹说去。哎，别！此事与族长无关。主要是那2位客人着实难缠，我又不欲使族长为难，才先行离开，还没来得及和他告别，烦请你与他说一声。可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的心意我已然明白。待来日再见，无论情状如何，希望你能记住，在贵府小住的几日，会是我平生最快活的回忆。可是你这匆忙之下，去哪里寻个好住处呢？我与陶毅、燕兄还算熟悉，去他们家借宿几晚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先告辞了。奇怪，不过换个住处，怎么像被狗撵似的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包公子啊！多罗姑娘，多罗姑娘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担心你们，我爹娘正在正厅待客，我先送你们去偏院吧。又有客人？是啊，我也是回来之后才知道镇上又来了客人到我家借宿。来的是什么样的人？2人气度非凡，一看便知非富即贵。这平素鲜有人造访的小镇，忽然这么热闹，怪得很。可不是，一看这2人便是十分相熟，却又死活不肯住在同一间房，非要出高价让我爹给腾出房间来，害得赵公子搬走了。啊？赵大哥走了，去了哪儿？说是去陶毅家了。有人出了高价就撵走其他租客，族长家的待客之道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我爹才没有撵人呢，是赵公子无意间听见他们说话，怕我爹为难，便自己收拾东西匆忙走了，还没来得及跟我爹说一声呢。我都没得空告诉我爹阿南的死讯。族长既不许外客入镇，为何你爹将那2位当神仙迎，而把我们当小鬼赶？听说他们有全知开封府事作保，所以能留在镇上。又是全知开封府事？那偏院就几间客房能住人，没想撵赵公子走，难道想撵我们走啊？开封府事。再说了，赵大哥走了，也就腾出1间屋子。那2人若是仍不愿意同住一个房间，那咱们岂不是还得腾出地方啊？不是吧？族长真让我们走啊？不是，我想着
让南姑娘和白姐姐委屈一下，去莫欣的房间挤挤。什么？司徒莫欣那间屋子和柴房差不多，你爹也好意思啊？别忘了，我们也不是白住的。我和阿软去挤挤。我告诉你，如果非要去，那也是你包大哥去。你问问他，好不好意思让我们2个女的去住柴房？哼！我也就随口一说，你凶什么凶？这也太不讲道理了！明明相识，却不肯住同一间屋子，凭着自己有钱就要疑难他人，我这就去和他理论理论。走。啊，展昭，快站住，别冲动啊！我就是要看看是谁这么横，以为自己是皇帝老子呢。展昭，展昭，别去，别去！展昭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反了你们了！八邪王，在下魏良辰。魏先生，这位是我的旧友，人称庞爷。庞爷，在下包拯，乃是进京赶考的学子。这位是南天竺、展昭、白软软。各位幸会。方才我听闻这位小兄弟说要找我们理论理论，现在不妨说来听听。方才是我等多有冒犯，小孩子口无遮拦，一时戏言，望乞恕罪。童言本无忌，义气却可嘉。这位小少侠倒是甚合我意。多谢魏先生。你们既然自行闯入，本族长正有疑问：诸位查出杀害司徒莫欣的凶手了吗？上尉，昨日包公子以1日为限，许诺会将司徒莫欣的命案查得水落石出。如今你们已食言而肥，又恰逢贵客将下榻寒舍，几位休怪阵法无情了。族长见谅，在下无心食言，只是疑案未平，疑案又起。今日我们在巫山林巡查线索时，意外发现欧世南被杀，这才失信于你。什么？欧世南死了？可不是，还有人捣乱了我们在巫山林做的记号，说不定一切都是猫灵所为呢。在下以为这2桩命案错综复杂，背后一定大有文章，恳请族长能再宽限2日。若是2日之后仍是寻凶无果，要赶要罚，任凭族长处置。包拯之名，在下私有耳闻。听说此人曾在泸州破过一桩离奇大案，想来庞爷也是略闻1、2吧？啊，略闻1、2。不瞒族长，我2人皆是呆笨胆小之辈，平日最欣赏爪牙之事。此间若有包公子助破谜案，我们也可安心定制，不虚此行了。哈，既有先生说情，那在下便再容他2日。眼下客房有限，南姑娘
白姑娘，还请屈就一下，就先在莫仙那儿住2晚。好，我和南妹妹住莫仙姑娘的屋子。既然商议已定，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行李。你们自便吧。看，厉害厉害！来一个。哎，你们一个个奇奇怪怪，尤其是展昭，进门的时候还像个点着的爆竹一般，待见着那2人，转瞬间变哑火了。难不成真是什么大人物？一个呀是金尊玉贵的贤王，一个是权倾朝野的太师。你说呢？那是八贤王和庞太师。唉，穷不与富斗，富不与官斗，抢不过呀，抢不过。幸亏我机智过人，没有一上去就给司徒族长一个大嘴巴子。哎，对了，多罗姐姐曾经说过，出入巫山林的诀窍是司徒族长告诉她的。那司徒族长会不会就是杀害欧石南的凶手啊？有可能，但是镇上知道此事的人，怕是不止他一个。司徒莫心的房间到底是简陋了些，还是我们搬过去吧？我这就回去收拾收拾。不行，司徒莫心死得不明不白，他的房间不安全，万一遇上什么危险，就你们2个胆小怕鬼的，能顶什么用啊？我多亏你一身武功，否则凭你这说话得罪人的本事，恐怕连门都出不去。为何不能出门？因为会被人打死。你们说的不无道理，我确实不擅长说话。但我白某人潜心修剑10余载，身负龙泉第1剑，又不是为了跟谁讲道理的。合着你就想到了这个？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阿软，你可真逗。我看二人姐姐很正常嘛。八贤王和庞太师才有问题，他们俩来这里的时间也太过巧合了。而且这2人怎会结伴同行？他们有全知开封府事作保，想必没打算瞒着。这一行的目的，我猜用不了多久啊，咱们就能知道了。八贤王和庞太师才有问题，他们俩来这里的时间也太过巧合了。而且这2人怎会结伴同行？他们有全知开封府事作保，想必没打算瞒着。这一行的目的，我猜用不了多久啊，咱们就能知道了。对了，捋一捋这2天发生的事。我注意到一个问题，正想听听你们的意思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包公子，包公子，魏先生请你去他房中一叙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包大哥，你快说呀！话说一半，真叫人心急。
请进。学生拜见王爷。不必拘礼，坐吧。多谢王爷。你可知本王此番来意？王爷有全知开封府事文书在手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亲两人的命案事发突然，王爷难以未卜先知。莫非您来破灵镇是与猫灵有关？雾里探花，花似花；水中望月，月非月。你算是猜对了个水中月。学生愚钝，还请王爷明示，何为天上月？你可知晓，在民间有一桩传闻，是关于一位妇人怀胎10月，却诞下猫子的。人生猫子？难道是狸猫换太子？本王前来破灵镇，正是为了此事。难道多年前，宫中李宸妃诞下狸猫之说是真的？传闻也不全是空穴来风。当年李宸妃的产房里，的确抱出了一只无皮的猫。先皇视为不祥，遂下令除去孽畜，对外宣称皇子夭折。事情如此蹊跷，先皇就没有怀疑过是有人设计吗？当然怀疑，只是当时先皇亲眼目睹了狸猫身上还带着脐带，以及刚刚脱落的紫河车，一时惊怒，失了平常心。待过几日，心生疑窦，再派人去查，却已查不到任何疑点。难道王爷知晓内情？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女人真是霸道。阿润姐姐，我可不是说你。姑娘，我弱智纤纤，展少侠帮我提个行李都要鸣不平，我看你才霸道。你弱智纤纤，我看你是弱智吧你。小青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过来，我可不和女人动手。你找打是不是？等等。你刚刚说不和女人动手，但一路上明明和我切磋得很开心嘛。切磋和扯头发是不一样的。你们收拾，我去找我包大哥。你包大哥正在和八贤王谈事呢，哪有功夫理你？那我睡觉去，再待下去我就等着给弱智女子端洗脚水了。好你个小青瓜，溜得倒快啊！走吧。刘妃她将换太子一事做得滴水不漏，本王也是花了好些功夫，才证实贾内监所言不假。可惜到底是内宫之事，本王查证起来也有诸多不便。既然皇上是先皇的亲子，如今也已经顺利登基，那和破灵镇有什么关系呢？莫非刘妃知晓了此事，又有什么动作？你所言离真相相去不远。当年内监秦凤总管冷宫，他见李妃可怜，便对李妃照拂有加。后来秦凤得知李妃实为皇上生母，不料此事被刘后的耳目探听泄露。贾内监预料李妃将难逃一死，忙安排秦凤连夜护送李妃出宫。刘后一怒之下，便对李妃赶尽杀绝。刘后派人追杀李妃至空寂岭后，寻不见其人，未觉后患，竟屠了空寂岭全族，上到耄耋老人，下至黄口小儿，尽葬送于
这场无妄之灾。怪不得常人只知破灵阵，不知空寂岭。原来是这里发生过灭族之祸。是啊，可惜待我查到那批杀手头领的身份，却发现人已莫名失踪。不过杀人灭口是刘后的一贯作风，这倒也不稀奇。这么说来，李妃已经被害。我之前一直也是这么以为的，可就在3个月之前，贾内监在弥留之际给我留了一封密信，说李妃尚在人间，而且就在破灵阵。如今政权重归皇上，是时候拨乱反正了。那庞太师与刘太后是一丘之貉，当年便是庞太师插手，才致使空寂岭一案被压下。贾内监的密信辗转2月余才至我手中，想必是因已经走漏了风声，所以庞太师才会暗中跟随我至此。倘若李妃落入庞太师之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当务之急便是尽快找到李妃，护其回宫。皇上是否知道李妃还活着的消息？这我也不太确定。你们在破灵阵可曾查到什么线索？有，而且还非比寻常。在此之前，像是空穴来风，但如今看来，却是斑斑可考。什么线索？猫灵诅咒杀人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而今破灵阵猫灵作祟。诸般巧合，必与李妃有关。贾内监既知晓李妃的消息，想必2人一直都有联系。据本王观察，在所有频繁出入破灵阵的人之中，年纪与李妃相符的，只有梅娘和司徒夫人。18年前，梅娘收养欧石南，那时李妃尚在宫中。因此，梅娘和李妃无关。至于司徒夫人，最好是问司徒多罗。她年纪小，不太可能与当年的事情有关，故问她会稳妥一些，不容易打草惊蛇。对了，关于猫灵一事，还有一谜，方才没有提及。什么谜？这便是那妖灵中的牙齿。我们探查万灵秘阁之后，曾捡到一只铃铛，打开发现一颗年轻女子的牙齿。依稀记得，李妃年轻时曾被人算计，不慎从假山上摔落，磕掉了一颗牙齿。李妃为此黯然神伤。先皇为了安慰她，便打造了一只铃铛，装了牙齿，挂在屋檐上，寓意灵动驱邪镇恶，日后再无人可伤及他。哦，王爷，铃铛正在我这，不知王爷能否辨认出此物？毕竟是宫闱之事，我也只是听说而已。不过这只铃铛颇像是玉造之物。天底下怎有如此巧合的事情？那万灵秘阁果然非比寻常。此事暂时无法查证，不如明日你找司徒多罗打听打听司徒夫人。那本王就静候佳音了。是。
公子，多罗姑娘，包公子是来找我的吗？我只是碰巧路过。哎呦，这铜镜摆设的极为巧妙啊，辉映着日月之光，站在高处观赏，犹如草生于水畔，不知是何人巧思。是我娘放在这里的，她向来喜欢这些零零星星的装饰。多罗姑娘与司徒夫人，真是如同亲生母女一般，实属难得。是啊，我娘不太喜欢妹妹，但对我极好。当初我爹见妹妹可怜，便将她留下。刚开始我娘心中不满，对妹妹冷言冷语，但我娘和我爹置了几日气之后，便也痛快认了。我娘与妹妹的关系一下子缓和了不少，虽然对她仍旧有些漠视，但终归不曾太过为难。不知司徒夫人是何时嫁给司徒族长的呢？数年前，我爹被派来做破灵阵的一阵之首，正巧遇见了他从外镇逃荒至此。我爹见他十分狼狈，想必吃了不少苦，便出于善心，施予援手，帮他在此安了家。一来二去，日久生情，他就成了司徒夫人。哎，一大早怎么不见展昭他们？你可知晓他们去了哪儿吗？展少侠和白姐姐去陶艺家了，南姑娘正在厨房准备早饭。哦，多谢，你先忙着，正好我也去看看赵公子。包公子，先吃过早饭再去吧。啊，也好。前面应该就是陶艺家了。准没错。哎，这河边还有鸭子呢，我们捉来烤了吧？你们师门是不是特别穷啊？瞧把你馋的！哼，我们师门的钱多着呢，都拿来做善事了。这赵元林真是说走就走，一声不吭。咱走的方向应该没错呀。哎，是不是那儿？哎，好像是。找了半天，咱们终于到了。可不是嘛。陶艺，展昭，你来找我玩吗？是啊。快进来。可算是找到你家了。哎，这看起来挺有意思的，我能试试吗？好啊，是吧？帮你一学就会。好。放心上手，这样。不是要来找赵公子吗？难怪昨晚你和王爷相谈甚久，闹了半天，这镇子里竟藏着皇妃。如此想来，司徒夫人前来破灵镇的时间未免也太巧合了。自从八贤王和庞太师来到破灵镇之后，她便比平日里沉默许多。我看呐，司徒夫人多半就是李妃。昨夜我就觉得司徒夫人有些不对劲，倘若你推测是真的，她如今在教，便不可能回宫了。即使她和皇上母子相认，身份也已经颇为尴尬。既然如此，那她为何要告诉贾内监自己尚在人世的消息呢？当年刘妃狸猫换太子，害得李妃骨肉分离，落入冷宫，之后又欲杀她灭口，这是何等的负屈含冤！如今皇上已经亲政，刘太后知晓皇上的真正身份，岂能不处处提防？或许李妃正是因为担忧儿子处境，所以打算亲自翻案，一举除掉刘太后。或许吧。
展昭，你弄我衣服上了。太有意思了，小桃子，你看，你看。保准让你玩个够，玩不够不许走啊！好啊，好啊。包拯、南妹妹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包大哥，哎，我说小青瓜，你见到阿整这双眼放光的样子，活像司徒多罗呀！我武艺超群，斩少侠，怎么能像个女子？女子怎么了？展小昭，你要是这样说话的话，可是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这个好玩，小桃子，你也教教我吧。教你可以，不过以后不准喊我小桃子。那要不喊你小罐子？你这个女人真是不讲究，我可是男人。哦，行行行，你是男人，不与女子一般见识。走，我屋里有好多小玩意儿，带你们看看。燕兄和赵兄不在吗？哦，他们去镇外买好吃的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走。你们看，哇，真好看，这都是你做的呀，好厉害啊！哇，小桃子好手艺啊！哪里哪里，当初教手艺的师傅说我太好动，心静不下来，将来做不出顶好的东西。反正我也没啥大志向，做些寻常使的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么多陶具，想运出去不方便吧？你是如何卖给他人？有些是卖给镇上，还有一些是店家定期来取货。挺好，挺好。大老远就听见你们说笑声，原来是你们过来了。啊，燕兄，嗨，我们与赵兄也算是有比邻之意。赵兄忽然搬走过来看看，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赵大哥，你怎么突然连招呼都不打就搬走了呀？就是。哦，反正我独身一人，住哪儿都一样，就不起那无谓的争执了。哟，好歹你也是京城第2富贵花，到底是个金贵人呢，怎么忽然这么不讲究了呀？出门在外，不比家里吗？赵大哥也给了司徒家不少钱吧？不如咱们等会儿一起回去吃饭，不能白白便宜他们。不必不必，反正我也不差那些钱。不知赵公子这样的人多不多？要不然我回头就去开个客栈，门口左边写上差钱的不要进，右边就写进来的不差钱。那你横批不如就叫愿者上钩吧。我看应该叫不黑不收钱。好了，既然赵兄已经安顿下来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哎，慢！我刚买了烧鹅烤鸡，吃完再走吧。哦，不了，多谢燕兄美意，因为查案要紧，就不打扰了。告辞。诸位慢走。走了。你再来玩啊？好，一定一定。一夜不见，赵元林怎么跟蔫了的倭瓜似的？他一下子不做作了，反倒叫人不习惯。赵大哥不会被这2桩命案吓懵了吧？话说回来，欧大哥和莫欣姐姐看起来都是与世无争的模样，实在想不到他们竟会为人所害。你们男的看女人根本不准，我南天竺混迹江湖这么些年，最会洞察人心了。依我看，司徒莫欣才不是什么柔弱无助的小可怜。那你都洞察到什么了？从我的观察来看，司徒莫欣只不过把姿态摆得很低，叫人觉得柔弱可欺而已。
我们刚来到破灵镇的时候，族长不愿意留宿，司徒莫心还帮忙求过情。他要真那么顺从，怎么敢为了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违背养父意愿？帮我们求情还成了罪过，人家可能只是心善嘛，也就你们女人爱瞎想。他求情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呀，说不定人家只是为了把咱们留下来，一个个杀掉呢。我看呐，肯定是司徒莫心利用欧石南的心意，让他为己所用。欧石南抓完毒蝎后不久，便拿着它出了门。那只毒蝎子8成就是欧石南抓给司徒莫心的，还有，指不定那条万灵密阁里的蛇也和他有关。你们这些男人呀，看见女人掉个眼泪撒个娇就相信，你们倒是不爱瞎想，你们呀是瞎。不过是逗你2句，你这尾巴就翘上天了呀！听南妹妹这么一说，好像很多事情就都能说通了。毒蝎是司徒莫心的，之前暗杀包拯使用的那支毒箭上的毒液，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司徒莫心房中的蒜臼里的花溪草汁。司徒家的膳食一直都是他在准备，毒禽也似乎与他有脱不开的关系。那莫心姐姐为什么要害包大哥呢？哦，难道他是破红魔的帮凶？如果他是帮凶，那又是谁杀了他呢？说的也是。看你一脸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，想什么呢？我要再访万灵密阁。啊！再访万灵密阁？我们上次去万灵密阁什么都没有发现啊，已经翻了个遍，应该不会漏掉什么线索吧？不然，凭空出现的残牙妖灵，令人疑惑的史料传言，万灵密阁里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。没准正像司徒多罗所言，万灵密阁是因有什么说不清的东西，才会变得如此诡异。难道是里面藏着茂灵？希望这次去啊，不要再突然冒出什么毒蝎、毒蛇，乱七八糟的了。不管其中隐藏什么秘密，我们都要将其找出。我有预感，这将是破案的关键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吗？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？走。本王倒是想知道，太师为何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你我在京城见面不点头，自打出了京城，太师是如影随形啊，这让人不免心里犯嘀咕。王爷素有贤名，老夫向来钦佩。今日难得远离朝堂，不为琐事所累，自然要好生跟着学学。八贤王，他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们本就是奔着李妃而来，咱们根本避无可避。不管这么多了，咱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吧。见过王爷。太师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
盘根错节的过往。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。蓄着力气，我便步步推理。案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茫茫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步不平伤。